在社交上有一类人绝对是神级的存在，他们不会滔滔不绝，但总能找到语言上的逻辑漏洞，一句话噎死滔滔不绝的人。他们不懂人情世故，但能利用人性和心理学原理轻松操控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只是看上去不善于社交，其实是不屑于社交的嘴遁圣体。代表人物：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绝命毒师老白以及生活大爆炸谢耳朵。Hello， 宝贝们，我是星河。又下饭又上头的喜剧天花板在 B 站上线了。在二刷过程中，我整理了3个纯血理工男谢耳朵的硬核社交技巧，相信我，坚持看完，嘴笨话少的人也能轻松拿捏这些社交场合。让一个人爱上自己需要多长时间？除了长得帅的、有钱的、又帅又有钱的，我们大部分人或许都得按流程来，先加个微信聊聊天，约出来吃饭，时不时送个惊喜，最后再摊牌，怎么着也得3-5个月。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过程缩短到45分钟呢？第8季第16集，谢耳朵为了让佩妮送自己去漫展，决定让她先爱上自己。于是他进行了一场实验，两人互相提问一些问题。这个实验可不是谢耳朵瞎想的，而是出自1997年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的一项研究。心理学家亚瑟·阿隆把一些彼此不认识的人两分组，在45分钟内，他们互相提问并回答36个问题。结果，30%的参与者当时就表示，他们跟眼前只认识了45分钟的人的关系已经超过了自己所有的朋友。一段时间后，35%的参与者开始约会，还有一对在6个月后结婚了。他们还邀请其他参与者参加他们的婚礼。究竟是什么问题能够把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缩短在1个小时内？这些问题又是怎么改变心智，让他们互生爱意的？咱们接着说。问题分成3组，每组12个。第一组基本是在了解彼此的兴趣爱好、性格倾向和行为习惯，属于互相分享个人信息的过程。而到了第8题，请说出你和你搭档的3个共同点，则是刻意引导2个人寻找彼此的相似之处。在所有关于初期吸引的研究中，都有一个理论——相似性效应。2个陌生人能否产生好感，取决于他们感受到的相似性的多少。就好比你养了一只猫，我也一样；你喜欢看《生活大爆炸》，我也一样。那我们第一次见面聊天，就会有熟悉感和亲近感。这也是一见如故的本质原因。宝子们，如果想让一个人快速对自己产生好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并放大你们的相似性，尽可能多的获取对方的经历、习惯、兴趣、3观等信息，然后持续强化一个点，你们很像，目的是让他觉得你很懂他。谁会拒绝一个懂自己的人呢？对吧？在第1季第6集的变装派对里，霍华德跟一个女孩搭讪用的镜子战术，也是相似性效应的体现。She brushes her hair back, I brush my hair back. She shrugs, I shrug. Subconsciously, she's thinking we're in sync, we belong together. 肢体语言的同步会让对方产生被共情的感觉，增加他对你的好感度。第2组问题就开始走心了，聊个人经历、价值追求和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从第1组到第2组，问题明显更进一步。之所以采用由浅入深的递进设计，是因为社会渗透理论。社会心理学家阿特曼和泰勒把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具象为剥洋葱模型，从最外层浅显的个人信息，到中间层的态度和价值观，再到最里层的私密信息，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卸下防备，每剥开一层，关系的亲密度就加深一层。剥洋葱的关键在于自我披露，说白了就是彼此了解的越多，就越有可能向更亲密的一层发展。这里还有个相互作用，理论上你分享的越多，对方也愿意分享他越多。而如果只有你在直言不讳，他却讳莫如深，大概率说明他对你不感兴趣。第3组的问题除了私密外，还涉及到了2个心理学操控技巧，一是洗脑。第28题，你喜欢搭档的哪些方面是在树立信念？当你开始在一个人身上思考这一问题时，很可能已经喜欢上这个人了，因为这往往是一段感情的开始。而第31题，告诉搭档你已经喜欢上他了，是对这个信念的再次强化。2是示弱。第29题，分享自己的尴尬时刻。第30题，分享自己哭的经历。心理学家阿伦森发现，在演讲中说话紧张或者不小心碰倒杯子、犯点小错误的人反而更受欢迎，这也被称为出丑效应。太完美的人容易让人有距离感，而出丑不仅不会引起反感，反而会显得更加真实不做作。当然了，即便有实验验证，也不代表一定能让任何人在45分钟内喜欢我们，它更多是提供一种快速建立关系的理论依据。宝子们也不用去记这些问题，研究者解释，在现实中应用的话，挑着用就好了。另外，最好能加上一些个人色彩，这样不至于太死板。就好比你在相亲，一上来就问人家你最想跟谁共进晚餐，多少有点油腻了，对吧？
要让一个人听自己的话，你会怎么做？作为一个科学怪人，希尔多的做法竟然是把佩妮当成小老鼠来训练。在第3季第3集中，佩妮成了莱纳德的女朋友，这意味着她会经常出入莱纳德和希尔多的房间，会在早上边跳舞边做早餐，会让希尔多在计划吃燕麦粥的时候吃吐司。希尔多当然忍不了这些，于是他用了心理学中最经典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对佩妮进行训练。这个理论是由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他先假设，如果一个行为能带来奖励，那这种行为就会被重复。斯金纳把一只小老鼠放到盒子里，再装上一个杠杆装置。当小老鼠不经意间按下杠杆，会掉出一颗食物。这个意外惊喜强化了他的行为。很快，小老鼠学会了通过按杠杆来获取食物。在这一集里，希尔多是斯金纳，而佩妮是小老鼠。当佩妮做了一个希尔多期望的行为，就会被奖励一颗巧克力。佩妮自觉让开希尔多的专属位置，得到1颗。饭后帮希尔多收拾餐具，得到1颗。为了不打扰别人，去楼道接电话，也得到1颗。在这种训练下，佩妮不知不觉按希尔多的期望做出了很多改变。宝子们要让别人听自己的，也只需要设置一个杠杆。另外一头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东西，只要对方感兴趣。我就上过一回当。之前有次公司团建缺个带队的人，说实话，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没人愿意干。结果人事找到我问了一圈，大家都说你组织能力好，这个活只有你能胜任，可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啊！你看，杠杆那头只是一句夸奖的话，我就屁颠屁颠的当了一回小老鼠。所以这个方法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你要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或者不舍得投资，干脆就一个字儿夸。你想啊，谁听到赞美的话不开心呢？而且咱们的文化传统就是比较谦逊含蓄，不管多牛被夸了，总会来一句过奖了，不像那些老外动不动就 nice good job。不过这样一来，夸奖就显得珍贵稀缺了，强化作用会更好。人都是相互的，你都给他稀缺珍贵的东西了，作为回报，他怎么也得付出点什么，对吧？还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咱们这么做肯定都不是恶意的，但我们得警惕别人用这种方法来训练我们，并且是出于恶意的目的。斯金纳的强化训练有很多形式，而且已经渗透在教育、经济、文化、社交媒体等各个领域。我们的生活本质上就是一座无形的斯金纳箱。杠杆可以使短视频算法为我们定制的内容，为了即时快感的满足，我们不停地刷手机。杠杆可能是消费主义为我们打造的伪概念，为了所谓的幸福，我们刷爆一张张信用卡。杠杆也可以是公司不合理的绩效考核，为了老板画的饼，我们一边卷同事一边干自己。所以啊，我们在训练小老鼠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成为被别人训练的小老鼠。如果你跟希尔多一样，对科学领域非常热衷，喜欢钻研逻辑性强的问题，但是运动能力比较弱，也不擅长跟人沟通，恭喜你，你也是个天才。因为这些特征跟一种被戏称为只传染科学家的流行病很像，阿斯伯格综合征，也叫做天才病。当然，并不是说你们真的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只是一些表现跟天才的症状非常契合。我们看一下希尔多，他就像有社交障碍一样，总是误解别人的表情、语气和隐藏的情感信息。比如拉杰被希尔多搞得无语，问他是不是疯了，他的回答是 I'm not crazy. My mother had me tested. 再比如艾米告诉希尔多自己获得了普林斯顿的奖学金，他没有表示祝贺，而是 Place where Albert Einstein taught and where Leonard got his PhD, so it may have gone downhill. 虽然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偏差让人哭笑不得，但这种掌控社交主导权的傲娇感反而让希尔多显得更加可爱。而且我觉得这种不迎合别人的主角感，加上故意曲解的沟通逻辑，放到现实生活中，对待那些阴阳怪气又没有边界感的人，简直太好用了。比如你朋友说这点忙都不帮，你太自私了。这句话包含3个信息，被定义着原因和结论。你可以根据他的结论重设原因。自私的人看谁都自私，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也可以根据他的原因重下结论，这点忙都要我帮，你太没用了。然后又变成了。而如果对方没有原因的直接下结论，我们还可以在结论里寻找预设，然后改变预设。他说你听不懂人话吗？这里的预设是他说的是人话，你就可以质疑了，听得懂但不确定说话的是不是人，又扳回1分。这些技巧需要多总结和练习，因为语言上的套路真的太多了。感兴趣的宝子可以翻一翻咱们之前那期一句话回怼杠精的视频。像希尔多这种看上去跟普通人不在一个频道的纯血理工男，并不是社恐嘴笨，更不是尖酸刻薄，他们不缺乏情感，只是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出来。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可爱。希尔多在诺奖的颁奖典礼上也说出了这类人的情感诉求。
in my way. I love you all. 最后再啰嗦两句啊，聊这些方法不是让大家为了社交而改变自己。如果学会了跟任何人打交道，但跟任何人打交道又都不快乐，那再好的社交技巧也没有意义。所以上面这些方法本质上是为大家服务的，要不要用，什么时候用，主导权都应该在宝子们手上。